第75章，急不得。和老黄很久没有见面，感觉这老头没有多大的变化。见面我们热情的拥抱，然后我跟他汇报这几个月我们博越公司的大变。黄海山听了之后笑了笑，道：这就是资本的可怕。我自创业以来，坚持不上市，坚持不融资，就是这个原因。资本无情啊，翻脸如同翻书，一旦他们要抛弃你，招呼都不会和你打一个。我说黄大哥，您高瞻远瞩，站得高，看得清。我们这些底层打工的人感受不到这些，只是觉得工作越来越忙了。我说自己以前在博越公司干业务，只对自己一人负责就行了。但是现在我被提拔干了经理，一个部门20多个人，问题就很多，压力也很大。谢哥都抱怨，说我很长时间没有找他耍了。我不是不想，而是没有办法，没有时间啊。我和老黄见面，谢明军肯定都在场，这就是我跟老黄的关系。应该说我和老黄算是谈得来，但是彼此的关系只能停留在嘴上叫大哥的程度，难以有本质的提升。根本原因就是两人的利益交叉点少了，两人的共性差了。比如一个作家朋友，我们关系特别好，但是这种特别好往往是很多年不联系的好，因为两个人没有交集，没有共同点，彼此都觉得对方好，但是讲话就找不到着力点。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。我一直牢记谢明军给我的叮嘱，跟老黄在一起少说话，所以很多时候我都听老黄讲话，当倾听者的角色。晚上又安排了鱼缸的游戏，老黄一如既往的老当益壮，嗨到半夜了，大家一起吃海鲜宵夜。老黄不经意的道：陈老弟，你们公司有2个业务员联系了我，说要跟我搞个中国鞋业网。呵呵，我跟他们讲，我这一辈子活到现在差不多快60岁了，我的钱基本上赚的也差不多了，现在对我来说就是吃好玩好耍好，已经没有那些什么老子的野心了。老黄说完这些话，神色很有一股超然洒脱的意味。我品了一口茶，想着这个世界上人的复杂，很多老板非常在意钱，他们开口却讲：兄弟，你好好给我策划，不要考虑钱的问题，钱不是问题。老黄一个人注册了10多个皮鞋的牌子，全国那么多家鞋厂，恨不得把皮鞋生意他一个人都做了。然后他云淡风轻的讲自己没有野心，还有某某牛人说自己对钱没有兴趣，还有某某不知其美。总之人性的复杂着实难以用言语表达，就像老黄一把年纪了，床上扑腾的那点事儿力不从心了，但是他偏偏要包场，一个人得叫很多姑娘陪着，一般人能理解。我道：黄大哥，这个事儿我知道，这个行业网站我怎么讲呢？你还真得有野心才行。我们给一家深圳的黄金锁业做了一个行业网站，这个老板姓彭，本来实力还有点欠缺，他搞了一个行业网站，然后搞了一个在全国范围内100万悬赏开锁。你道人家今年是什么情况？他今年一共开4场招商会，订货量过了亿，本来一家小厂，今年1年的营收破2亿，应该是没有悬念。这个厂就在龙华。哎呦喂！我话锋一转道：黄大哥，我今天失误了，你们都是做生意的高人，我应该把彭哥也叫过来的，他也是性情中人，你们一定合得来。还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也跟老谢一样，特别好一口鱼缸游戏。要不这样，明天我来安排，我们再聚一聚，好好嗨一嗨。我直接把业务的话题给略过去了，这就是中国人智慧，越是急的事情，越是不能轻易的提。黄海山兜转半天，搞到这个时候才提这个话题，而且是那么的不经意。他既然不经意，那我也要不在意，要不然我揪着行业网站的话题跟他长篇累牍的推销介绍，人家是修炼了1000年的成精狐狸，他必然会多想。找老彭的灵感是刹那产生的，因为老彭经常跑珠海，可能一半是因为工作，还有一半他也是迷恋珠海那边的大鱼缸。既然他有寡人之疾，那不正好可以跟老黄凑一下。如果老彭进来一起玩，我和老黄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因此更进一步，以后我们再约，中间可能就不需要多一个老谢了。退出转码页面，黄海山点头道：好，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你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，我正好在深圳还有几天玩，我们明天约。对了，陈老弟，明天我们又去庙里，咱们一起去。我盘算了一下，反正现在部门业绩紧张了，与其找其他的客户，还不如盯着一个客户想想办法，动动脑子，所以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。第二天我在公司开了早会，把各项工作做了部署和布置之后，正要准备跑步急，高燕叫住我：陈斌，你这个进度不行啊，到现在为止8部的业绩20万都没有到，这样下去到月底没有办法交代啊。现在深圳公司一共只有2个部门，搞到现在全公司业绩不足30万，要知道深圳公司可是100万级的公司，以前每个月业绩轻轻松松能突破100万的呢，现在连3成都没有做到。而我们现在业务员已经招聘到了40多个人，后台人员齐装满员，一个都没有少，团队建设搞不起来，高燕身为总监的压力可想而知了。我心中也十分烦躁，道：我这不是在跑吗？今天我亲自去跑。高燕道：你说的那个行业网站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那一类网站的难度太大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缓一缓再推？
或者是顺其自然，而不是当成主打产品。我一听就火了，道：你知不知道这是我们唯一翻身的机会？如果我们仅仅搞传统产品的话，我们培养一个销工需要多久？等我们把人员配备齐全，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。现在这个情况，我们万事开头难。这样，今天我亲自出去杀单，杀一单回来，我们定然可以士气大振。